各位 DeepSeek V3 升级了，国产版 Deep Research 也来了，点赞收藏，没错的。V3 更新之后，大家聊了吗？啥感觉？我的感觉是又快又好。DeepSeek 官方技术文档写了，新版 V3 大幅提高了在推理类任务上的表现水平 ，Benchmark 得分有一些比 GPT 4.5、Claude 3.7都高。GPQA Diamond 就是钻石级难题 ，R1 是 71.5%， 新 V3 是 68.4%， 真的很接近了，都超过了人类专家的平均水平 65%。我发现有时候新版 V3 的回答甚至比深度思考的 R1 还要好。虽然说 V3 它不是所谓的推理模型，但是它能够快速优质的响应我的指令，所以我现在反而更喜欢用新 V3， 随时高质量秒答，很爽。爽！你现在有了深度推理的 R1， 有了快问快答的新 V3， 你已经彻底的从百度搜索跨越到了 AI 问答。你现在就差一个 Deep Research 来满足你深度的专业的研究需求，从主动提问到主动研究，你成长了。现在它来了。这段时间，说实话，我试过很多国内所谓的 Deep Research 产品，没有比小白研报更惊艳的。现在是内测阶段，那仅在问小白 AI 的 Web 上开放，大家可以去申请体验试一下，强烈推荐。我实测下来，学术研究、商业研究都很棒，真的不输 GPT 和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。那咱们先试试论文的研究综述，给我写一篇抑郁症躯体化相关的研究综述，主要参考近10年发表的国外高质量期刊。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医学相关的研究课题，那这方面权威且全面的数据库就是 PubMed。注意看细节，小白研报用了 Cite 搜索语法，就是限定搜索网站来源为 PubMed， 同时还搜索了 ScienceDirect、Nature、Springer、Wiley 等等数据库的文献，文献覆盖范围很广，绝对不怕导师再质疑参考文献不充分了。点击论文标题可以直达论文的原网页。小白研报内核是 DeepSeek R1， 它能够基于专题推理拆解关键词，所以它会分批多次的搜索论文、阅读论文，然后提取总结关键信息。你看细节，他说我已经掌握抑郁症躯体化机制的神经生物学基础，并初步了解部分治疗方法的综述信息，但目前缺乏关于疼痛症状管理及非药物疗法的详细内容。我将继续阅读相关的内容，以获取抑郁症管理的完整综述信息。那写过综述的都懂，这短短几行字，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去检索、阅读、整理，起码几个小时，那问小白也就几秒钟的事儿。Nice。最后，小白研报一共参考了61篇高质量的英文论文，写了一篇完整的综述报告，抑郁症躯体化症状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与治疗策略。而且他居然还做了可视化呈现。来，我们全屏预览一下，一份专业的、结构化的、可视化的研究报告端给你了。你看这个图表呈现，瞬间想到了当年读研开组会要汇报 PPT， 现在有了小白研报，你可以直接截个屏就行了，或者说你直接在会上打开链接就行。你看这个可视化的表格，还有交互效果。你看这里还有配图。再往下看，抑郁症躯体化的治疗方法、药物治疗、心理疗法、非药物干预。注意看这3个 icon 图标都是一一对应的，真的是细节。点击了解更多是可以直接超链接跳转的，或者说你点击右上角的章节图标也可以直接跳转。点击分享按钮，直接把链接甩到微信群里。点击链接也是可视化的预览。不得不说，小白研报这个可视化的功能真的非常实用，也很方便分享。我在另一个研究案例里让问小白写了一个大模型的训练、微调、架构设计等方面的研究综述。他也参考了 MDPI、Springer、Archive 等等数据库。比如 Archive 这篇论文，点进去页面只有论文的摘要，需要点击右上角的 View PDF 才能看到论文的原文。我求证过小白研报的技术细节，他们会主动去访问 PDF 原文件，去读论文的原文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摘要这个层面。这个真的是研究生的福音，太方便了，简直就是利器。首先，小白研报访问的数据库质量够高，全英文 Science、Nature、PubMed 级别的。其次，61篇文献，11分钟出完整的综述，这个是人类达不到的效率。再者，直接啃论文原文，而不是浅显的摘要。最后，还给你可视化的呈现和分享，阅读体验绝绝子。我觉得其他家的 Deep Research 做不到这个程度的，就不要端出来了。这个就叫专业。但我知道很多研究生还是想要能够下载小白研报的 PDF 原文，虽然说读起来比较累，但是毕竟有交作业的需求，有 Ctrl+C、Ctrl+V 的需求，我懂，我帮你问了。问小白后续会上线 PDF 文件下载的功能，该有的不会少的。我们再看一个商业研究案例，我让他做了一个制造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研究报告。问小白参考的也是一些深度的研究报告，相当于是基于报告写报告。那左边是目录，右边是细节，有图、有表、有结构、有数据，非常详实。我把它的内容和德勤最近发布了一篇类似的研究报告对比了一下。问小白没有参考德勤的这篇报告，但是他输出的结果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。你看，问小白这份报告里制造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深度解构，这几大块跟德勤这份报告里面的几块内容几乎是一致的。但是德勤的咨询师写这份报告，我估计要花几个礼拜吧，问小白就花了13分钟，
这个就是 AI 生产力。报告链接我都会放在简介里，有时间呢你可以去对比看看。如果你希望问小白只参考英文信息源也可以，你可以直接用英文输入，它就会基于英文的关键词去搜索，然后再给你整出完整的研究报告。好，通过这几个案例的演示，我相信已经足够说明小白研报的能力，学术研究、商业研究都表现卓越。这个也毋庸置疑，问小白是北京 AI 4小龙之一原石科技的产品。R1爆火卡顿之后，率先火速支援 DeepSeek 就是它。在问小白.com 官网有自研原石大模型的问小白搜索，也有 DeepSeek 满血版入口，在这里能体验到0324新版 V3 和满血版 R1。我相信你肯定有疑惑，对于需要严肃交付的场景，比如论文、报告，为什么一定需要 Deep Research 这种产品？主要原因有3个，第一个就是 AI 幻觉，第二个时效性，第三个搜索深度。DeepSeek 的幻觉率太高了。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发表了一篇报告 ，DeepSeek 与 AI 幻觉，针对事实性的测试 ，V3 和 R1 的幻觉率都很高。另外就是 R1 的训练语料它是有时效性的，截止到2023年的12月份，在那之后发生的事儿它是不知道的。那解决这2个问题的技术手段就是 RAG 检索增强生成，就是 R1 融合自身训练知识和检索到的内容，然后输出内容，这个就让 R1 输出的内容显著降低了幻觉率，能够交叉验证信息源，而且保证了时效性。当然，各家的 RAG 技术也分高下。问小白的联网提供日常搜索和专业搜索。日常搜索就是相当于 DeepSeek 官网的日常联网，一般是搜索几十个网页的内容。你看这里就是搜索70篇，如果切换到专业搜索，直接搜索了176篇内容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小白研报的效果这么强，因为他们是中文 RAG 技术的标杆。你现在可以在问小白官网直接体验最新版的 V3 深度思考 R1。当然，在问小白官网还有其他亮眼的功能，比如说推理生图、PPT 生成、拍题答疑等等，大家都可以去体验，反正都是免费的。问小白也有电脑版和手机 App， 多端同步都可以用。问小白 App 上还有一个好用的追踪功能，在工具里面可以创建追踪，你对什么感兴趣，你就可以让它定时的给你发送简报，节省注意力的同时还能打破信息差，这个功能强烈推荐。好了，现在你就拥有了 V3 加 R1 加小白研报，国产 AI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高质量的普惠，普通用户的需求、研究者的需求都能够很好的满足了，关键还是免费的，爽！谢谢你的时间，下个视频再见。